大家，这个场景是不是熟悉又陌生？我本来想要在那个黄色沙发那边分享的，然后就觉得说我好像还是坐在地上比较舒服一点，这个感觉就有点像我之前还在原来那个房子的时候坐在地毯上跟你们分享。不过这个是新的地毯、新的沙发、新的场景。然后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就近一阶段对我来说就是增添了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东西。第一样想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摆在身边的这几盏小台灯。我其实就从前几个月开始认真搞软装起，就添置了不少的灯，宜家，然后到这些是欧洲的什么这些家居品牌，他们真的很美。我觉得这种小的台灯是很简单的，可以把你的房间或者把你的某一个角落、某一个区域提亮起来的工具吧。尤其像这俩很能说明问题。其实让我以前就很喜欢这个牌子蘑菇灯，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在考虑要不要买大一点的那种，其实是连线的。我老觉得就是这么小的灯是不是有点太小，然后起不到什么很强的照明作用。就以前会更考虑它们的实际用途。倒退回去年的话，我可能买的颜色会是墨绿色或者是米色呀、米粉色什么那种，就是比较中性一点、更柔和一点的颜色，不会去挑这两个很跳的颜色，包括像这个正红色的，就好像就是到近一年，我就越来越喜欢很鲜亮的，让人觉得很愉悦的颜色。这个颜色是 Sky Blue， 好像是去年出的一个新颜色。它以前就是那种比较偏奶一点的粉蓝色，然后这个粉色也是新色，还有配的这个蘑菇灯也是红色的。我以前可能会买白的，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红色的真的很好看，就尤其配着我绿色那个柜子，就非常的和谐，我热爱的红配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一些在搞软装的朋友，从灯着手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就虽然说这些牌子还是略贵一些，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小台灯价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但是一下能够把这个空间点亮，就非常不错。然后第二个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这个 Farwell 的线香。我其实是从近几个月开始才开始喜欢用线香的。我之前都是收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香薰蜡烛，包括有一些扩香啊什么之类的。线香的话，因为我之前也有试过，有一些真的点了以后，可能那个香味不太适合，有点呛鼻子。后来是有朋友送了我一个这个 Whispering Trees， 它叫那个树枝蜜语，我用了一段时间就真的很喜欢，所以我就一下把它5个全部都收集全了。用下来就是用了大概2个月了吧，来感觉的时候会点一点，现在大概都是用了个1/4，还有配一个这种小的香插，就是非常非常小巧。它其实很适合旅行的时候带出去，就很轻又很扎实。有些人比较怕酒店的味道，其实带这么1盒或者2盒，让你出去住的地方能够有一个让自己舒适的味道，这个很重要。早上的这个朝露玫瑰我觉得好棒，一般玫瑰的味道会有一种就比较腻的感觉，但是它是那种荔枝玫瑰的味儿，很清香，有一点点甜，但不是那种甜腻的感觉。然后它这个树枝蜜语就是蓝安啊、薄荷呀、雪松啊什么木质的香调，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很干净的香气。我点完了之后，整个环境都是那种特别能够安抚人心，然后让你就是沉静下来的感觉。我还收了这个同款的香水，它留在身上以后有一种你的衣服是刚刚洗过晒过的，不但是干净的，还有那么一种阳光晒过之后暖暖的那种氛围。然后这个浮生若梦有那个佛手柑，有一点点柠檬，就是这种柑橘味儿，确实是很适合午后那种，你点一支香，然后配一壶茶或者配一杯咖啡，那个感觉就是比较悠然的那么个调。看它颜色也很好看，是这种紫色的。然后这个白色森林就是比较突出的是那个无花果那种味儿，它是带一点点木香，又有一丢丢那种果香气的。然后最后这个来日方长里面，我自己能够比较清晰的感受到的是那种大概有一点点檀香味儿，然后有一点点陈皮的味道。我大概睡前点一支的话，就能够让我整个人有那种很沉静然后舒缓的感觉。就它的这个线香，所有的味道都是就像他自己写 clean incense， 都是很干净的那种香气。我觉得比较喜欢线香，或者是就是喜欢这种干净气味的朋友，其实可以把这一整套全收了。你可以感受一下你自己最喜欢哪个或者是哪几个味道，然后可以再去选择它的那个香水，我觉得是还挺不错的，因为它那个价格其实也不贵，所以一整套收也没有什么压力。然后呢，就是餐具啦，这是我的角落诗集的餐具，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1日2餐会用到的餐具，就有一套咖啡杯碟，喝咖啡喝茶都可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很大的托盘，很古典的感觉。还有一个碗，可以做酸奶碗，或者你盛饭呀、放水果呀。其实现在当当用的比较多，因为它早餐吃酸奶或者是牛奶泡麦片嘛，就是刚刚好一碗，它能吃完，它现在能吃这么一碗，所以就基本上是现在是当当专用的碗。然后还有这个早餐盘，其实它就是一个平盘，放三明治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餐点都可以，当甜品盘也是很不错的。然后有一个深盘，可以做汤盘或者是意面盘，基本上稍微有一点汤汁的就很适合。
我自己会比较喜欢这种边啊、弧度都比较圆润的餐具，然后呢就是这种奶乎乎的颜色，然后搭配这个我很喜欢的这种红色，就是这种比较复古的暗红的那种感觉，就太亮的话可能放在这个颜色上有点扎眼。就我觉得餐具就是你时不时的给自己的餐桌上增添一些变化，或者是可能从你之前的那个喜欢的东西跳脱出来，添一些东西，就挺有意思的，就是生活多一些小趣味嘛。然后是一些你们总会问到的花瓶，尤其这两个可能是你们在视频里面见到的最频繁的。这两个花瓶我真的很喜欢，而且说实话买的还挺费劲的。它应该是北欧的一个牌子，它所有的玻璃制品都是手制的，然后我又是从日本买的，它就是所有的东西每一个它都不太一样，你就去碰。就是我觉得餐具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找到你自己心仪的，反而花瓶没有那么好找。其实我每次去买花的时候，尤其是我最近就很想买一些这种很高大的花，但我家里其实没有那种很高大的花器，但是我又暂时还没有碰到特别喜欢的，所以就比较费劲。花瓶是需要去碰的，然后这两个花瓶它的牌子是叫 Frama， 是哥本哈根的一个牌子，我很喜欢这个牌子的东西，它们也是桌上可以用的这些器具，然后到家具，包括到洗护的东西都有，东西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很想买他们的家具，但是运过来真的是运费有点发麻，而且说实话确实也不太有地方放。它的那个墙上钉架子非常非常的好看，如果有想要就是添置家具的朋友，其实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他们椅子也非常好看，然后他们的玻璃器皿都做得非常漂亮，都是那个纯手制，就吹制的玻璃，人手工做的。不是那个机器生产的，贵是有一点贵。我同时还买了一些它的那个杯子呀什么东西的，实用度没有很高，但是很好看。然后这两个可以当花瓶使，它其实也是可以当水壶或者是放果汁啊什么东西。所有的器具就是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并没有一个规定之说。我觉得当花瓶挺好看，就是这种很圆润的、胖胖的，又很晶莹剔透。然后就是更生活化一些，这个保温杯，我最近开始泡一些枸杞啊、红枣啊，或者是麦冬、党参啊什么之类的。我之前也发了小红书，跟大家咨询了一下我这个上火的问题，喝了2天以后就上火了。但是就是我也不确定，完全是因为就是喝这个东西上火的，还是因为就是我感冒后续还没有好，然后就整个身体也比较虚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我最近还是持续在喝，然后有调整泡进去东西的量，还有内容，以及我喝的频率、喝的时间段，所以整个最近感觉还不错。这个杯子呢，就是 Tinto 的这个杯子，500毫升，比较适合泡这些东西，因为它是就2层嘛，这儿就是这个完全的敞口，从这里打开就是它已经被那个枸杞什么玩意儿的东西染黄了，但是就是它可以完全把那些东西过滤掉。整体来说，它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设计和设置，然后500毫升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量。200-300毫升的杯子我真的不知道是做出来干嘛，所以这个杯子我一天如果要控制量的话，可能喝这么1杯就可以了。我自己就看情况，不管是喝热水、温水，还是说喝泡那个水，一天喝个就大概4-5杯的样子，就非常的合理。最后说2样化妆品吧，就是我自己最近很喜欢的，一个是这个香奈儿的这个果冻粉底液，这个是我们回国的时候在机场买的，因为我其实很久没有换新的不同的粉底，我就算再买，我都是买我以前用过的粉底，而且说实话，我粉底用的非常非常的慢，所以就是我没有怎么太添置新的东西。然后这个果冻粉底是我觉得对我这个偏干的皮肤来说挺滋润的，然后尤其是我在成都、重庆用了那么1个多礼拜，回来之后又继续用，夏天也感受了，冬天也感受，就是最近下巴这块的那个肤况不是很好，但是用这个粉底妆感真的超级无敌，皮肤是那种很自然透亮的感觉，整张脸涂完了以后是那种很滋润且无瑕的状态，而且它的持妆效果非常的好。因为我很少带妆超过8个小时，但至少6到8个小时之间，我整个的脸都不会有什么很明显的脱妆。更重要的是它不会激线，就尤其像我的法令纹这边，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有朋友可能肤质像我这样混合偏干，这个真的很不错。我的这个色号是B30，整体来说是比较黄的一个颜色，因为我确实现在真的还挺黑暗的黄的，推荐给大家，不是广告啊。然后是这个 Right Chamber 的多用膏，有2个颜色，一个是这个丝紫，
一个是乐葵，乐葵是我新买的，其实都是比较偏日常、偏浅一点的那种颜色，然后就很适合全脸用，就让你的整个脸上，尤其像我这种气血不是很足的人，就能够脸上有面泛红光的感觉。这两个就很适合，因为就不会过红，像我这种正常肤色的人也用了合适，不会说太浅或者太深怎么样的。丝子应该是偏暖色调，偏那个橘一点，这个乐葵是偏冷色调一点，就是偏粉一点，然后但是都很适合日常，就它的质感我是很喜欢，我自己使用下来没有任何说基线呀，或者是搓泥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就都打得很匀实，出来的效果也特别好，但是真的好少。你像这个我也用了可能小2月，因为我不是每天化妆，然后就木有了，但是颜色是真的还不错。这些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了，希望大家至少能够找到1、2样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或者喜欢的东西。那就先这样，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拜拜。